大家或许已经听说了，中美贸易战再次升级，不仅让全球市场陷入更大的不确定性，还对新加坡这样的开放性经济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冲击。美国方面宣布将对中国商品全面征收100%的关税。什么影响？举个例子，如果一件中国商品原本成本是100美元，加税后进口商需要支付200甚至300美元才能买到。这种高关税使得中国商品在美国市场不再具有竞争力，迫使中国的出口商改变策略，将更多商品出口到像新加坡这样的东南亚市场。贸易战的影响不再仅仅局限于中美两国，而是迅速波及到了全球供应链。新加坡的企业和消费者首当其冲。接下来我们就看看新加坡正在经历什么样的变化。第一章，中国商品涌入新加坡市场。新加坡企业步履艰难，由于美国的高额关税阻断了部分中国商品的出口路线，大量商品涌入了新加坡市场。服装、鞋子、家具等高性价比商品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占领了超市货架、线上购物平台，甚至传统零售业。数据告诉我们，新加坡现在已经成为中国商品输出的主要渠道之一。仅2025年的前7个月，中国对新加坡出口额达到472.35亿美元，同比增长2.5%。新加坡的港口优势以及区域市场的开放政策，使其成为中国商品的大转运中心。消费者或许认为低价商品是一种福利，但这场涌入对本地企业来说却是不小的冲击，因为这些商品的售价普遍比本地生产的价格低，直接压缩了企业的盈利空间。而这不仅仅是一种经济现象，更是一场实实在在的竞争博弈。下一步，我们看看具体行业受到的冲击是如何显现的。第二章，价格战杀伤力惊现。新加坡本地企业压力山大，贸易战带来的连锁反应正在影响新加坡的多个行业，其中服装、鞋子和家具价格出现了明显的波动。数据显示，服饰类商品价格在今年4月和5月同比下降了 3.6%， 鞋类产品下跌更为严重，在1月和7月分别同比下降了 5% 和 4.3%。 新加坡家具行业受到的冲击更为显著，中国制造家具的成本仅相当于本地零售商的一半。更重要的是，中国厂商还直接通过互联网将商品卖到新加坡消费者手中。新加坡家具工业理事会的一名负责人接受采访时表示，本地企业在高昂的租金和人力成本面前几乎无力与这些商品竞争。我们的很多成员企业已经开始考虑重组甚至退出市场。而这样的冲击不仅仅局限于传统零售行业，还有更加关键的领域，比如医药制造业。让我们接着看医药行业如何迎接这场挑战。第三章，医药行业压力陡增，政府紧急应对。医药产业作为新加坡的经济支柱之一，这次贸易战意外受到大规模冲击。我们了解到，美国宣布对药品征收100%的关税，这一政策直接导致新加坡出口美国的药品成本翻倍。这样的变局给本土医药企业带来了巨大挑战。不过，新加坡政府已经迅速采取应对措施。副总理严金勇公开表示，政府正在鼓励本地药企在美国建厂，以绕过关税限制，同时还与美国进行贸易协商，争取对医药产品的免税或关税上限的可能性。新加坡政府的灵活应对展现了国家在复杂国际局势中的战略智慧，同时也为其他受到冲击的行业提供了参考。那么，新加坡整体经济是否能够承受住这样的冲击？接下来，我们重点聚焦金管局对市场经济的最新回应。第四章，金管局稳定政策。新加坡经济展现韧性，尽管贸易战的阴霾尚未散去，新加坡依然展现了极强的经济韧性。金管局近期发布了最新经济报告，强调2025年新加坡经济表现超出了预期。数据显示，前3季度新加坡经济同比增长达到了 3.9%， 是东南亚地区的一个亮点。此外，报告还预测全年产出缺口将保持正值，经济结构的稳定性将为未来的增长提供支撑。面对复杂的国际贸易环境，金管局决定维持货币政策不变，而这种谨慎的选择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市场提供了信心。金管局指出，目前的政策已经为物价稳定和贸易冲击提供了充分的缓冲，但他们也表示，如果中美贸易战进一步恶化，将会保持政策的灵活性，并根据具体情况采取适当行动。这次报告不仅让人们对新加坡韧性感到振奋，同时也成为了国家如何平衡外部风险与内部成长的最佳例证。那么，新加坡未来如何继续站在国际舞台中央？接下来，我们将从历史和智慧中寻找答案。第5章，
李显龙深度警示，关税战的终点是灾难。大家可能听过李显龙总理一句话：关税战从来没有赢家。他看中了其中的长期风险，这关乎整个国际贸易体系的未来。李显龙在一次演讲中提到，为避免另一轮全球经济大萧条，新加坡必须在夹缝中生存，以智慧探索合作之道。他举例了1930年代美国通过关税法，最终导致全球市场分裂，这直接催生了经济和政治危机，甚至成为战争的导火索。如今我们也看到，新加坡正在继续扮演桥梁的角色，用开放的态度维护区域的稳定，为大国博弈中的小国谋求发展空间。新加坡既不能完全依赖哪一方，但也必须努力确保自己的未来。通过今天的视频，我们是否看到了危机中的希望？新加坡在国际贸易风暴中依然展现韧性，同时，作为消费者和企业的一员，我们能否为改变贡献一份力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想法。这一场贸易博弈中，新加坡的应对是否合理？中美之间会如何演变？你的见解对我们来说非常宝贵，别忘了点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感谢您观看，我们下期见。